学有个问题，它缺少了一些东西。这不仅意味着难以找到某些疾病的成因，或者治疗它们的有效方法，而且有些疾病被完全忽略。似乎缺少的是你。但这我待会儿解释，因为首先我要讲一个故事，或者准确地说是80亿个故事。我们的 DNA 算是我们身体的使用说明书，但它也是一本记录我们独特基因故事的历史书。我们所有的故事始于大约30万年前，当人类在非洲兴起，一些遗传故事讲述了几十万年后人类开始迁徙到欧洲、东亚或美洲。有些遗传的故事关于扩张的帝国，另一些关于我们演化出免疫力的疾病，还有一些涉及简单的行为，例如定居、畜牧和喝奶。我们每个人的基因故事各异，但也许没你想的那么不同。我们彼此共享 99.9% 的 DNA， 我们的故事 99.9% 相同，但那 0.1% 的差异非常强大。我们的遗传故事中那些细小的差异，使得我们能够研发出更好的疾病治疗方案，使每个人受用。但医学目前还没有细读所有这些故事。为了解释，让我告诉你研究人员是如何找出疾病的成因，开发和测试新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找出一类疾病的成因。研究人员找出很多有这种疾病的人，并研究他们的遗传故事。他们记录这其中的差异，看他们的 DNA 故事在哪里不同。如果发现差异，那么他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付这些的影响。如果发现一个看起来具有潜力的解决方案，他们会进行临床试验以进一步研究。首先，一小群志愿者接受治疗，实际上只有一半的人接受治疗，另一半服用毫无作用的安慰剂。如果在目标剂量下没有明显的副作用，治疗将获准进入下一阶段的临床试验。第二步，这次有更多参与者，他们都患有研究人员希望这种药物治疗的疾病。如果这种药物看起来有效，它将进入第三步，涉及更多参与者进行更长时间的试验。只有经过所有这些步骤，新的治疗方法才会接受审查，并有望被批准供广大民众使用。但存在一个问题，这是最近用于研究疾病成因的人的种族。这是跟世界多样的人口现状相比较。你能看到区别吗？研究人员关注的遗传故事主要是欧洲血统。这意味着，如果你正在寻找那些疾病的 DNA 片段用于新药，而你主要是在研究欧洲人的基因故事，你可能完全忽略其他不同族裔故事里的关键部分，可能涉及患病风险的改变，甚至疾病产生的机制。例如，如果科学家只研究欧洲血统，他们就可能不会发现导致镰状细胞病的突变。事实是，医学科学的缺陷不止于此。当新的治疗方式、设备经受测试时，他们需要对每位可能的患者进行测试。如果考虑的遗传故事不足以反映我们全球范围的基因集的丰富度，便可能漏掉些东西。例如，用来防止血栓的药物华法林。研究人员发现，以产生相同的效果，大多数东亚族裔人需要比某些欧洲人更低的剂量，而大多数非洲人需要更大的剂量。这意味着最适合人们的剂量可能会因为其种族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临床试验不包括多个族裔，这样的重要信息便会遭遗漏。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这挺简单的。理论上讲，为了使得治疗对每个人都有效，我们需要把所有人的故事包括在医学研究中。在早期研究中，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和在临床试验中。好消息是，越来越多人们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伦敦大学学院的癌症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来自多个族裔的组织样本中的基因标记。这样，他们找到的癌症生物标志将对尽可能多的族裔适用。结论是，
医学需要确保它拥有最全的图书馆，拥有最繁多的遗传故事，使每个人的故事被考虑，包括你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最佳的医疗。在我们提出重要问题的同时，思考为什么生物多样性如此重要。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抓住每个学习新知识的机会。